各位，我要跟你们宣布一件黄色的事情。是。小孩先出去。我帮子乔问一下，你说。你想什么呢？关谷的意思，我们要宣布一件2级的事。什么意思？我们又设计了一套打分的标准，用来针对拖延症。拖延症是当代人一种常见的绝症。你们有没有经历过很多的事情堆在眼前，空白的文件、散乱的衣橱，或者一个要打的电话，明明内心焦急不安，却还是一边咬着手指甲，一边发呆，拖延时间？有吗？陈老师，你已经是绝症晚期了。谁传给我的？你看我干嘛？我好得很。你拖到现在还是没有告诉我们孩子的爸爸是谁啊？是有原因的。而且你到现在都没有去医院验血。哎呀，我忙着呢，等会碰一碰啊。碰到没有？这个病已经严重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了。你们有什么临床的表现没有？婚礼啊，求婚到现在，某人一点行动都没有，都第4级了。某人和我差不多，只知道着急，却没有计划。那他们应该怪谁呢？都怪这个纷扰的世界。你们俩还真会找台阶下呀！所以我们宣布，从今天开始全力准备婚礼，以后红色以下的事情就不要来打扰我们了。好的。红色又是什么？我和悠悠商量过了，我们打算用台风预警的颜色来区别所有事情的重要程度。重大是红色，普通是黄色，无聊是蓝色。哦，对了，悠悠，明天你陪我去医院检查吧。我想了想，还是得做检查。为什么？上次我陪你是红色，可你不查，说明你自己都不重视。现在降为蓝色了。所以你把孩子爸爸是谁告诉我们，我们就把你提升为黄色。你们。于子乔110。哎呀，被抓了！你们都在，赶紧帮我劝劝我老姐吧。怎么了？周琦又乱叫。我想换份工作，可我老姐死活不让我去面试。什么工作EIO， 那个非营利绿色和平组织啊。阿美给我写了封推荐信，只要我明天通过面试，我就能成为一名保护地球的战士了。保护地球？和谁打仗？不是打仗，环境保护、慈善赈灾、资源勘探、和平援助，总之都是对人类有意义的事情。瞎起什么哄啊？那都是蜘蛛侠和蝙蝠侠的工作。虽然这件事情属于蓝色，但是鉴于展博信息全人类，破格升级为黄色。一菲，展博就是换份工作，你随他去呗。你们问问他，他那个什么破组织在哪儿上班？市区、郊区、外地。非洲，这是第一站，我报名的是一个国际救助计划。第2站是南极，这不是换工作，简直是换人设呀！红色，这才是我真正想做的事儿，比单纯搞 IT 有挑战多了。你脑子欠啥了？你问过我吗？我是周游过世界的人，你至于那么紧张吗？周游世界是陪伴鱼，那也是为了振兴家族。现在呢，非洲、南极、外太空，万一有个3长两短，4金谁替你交？你现在该做的就是老老实实待在我身边，赚票子、买房子、找妹子，这才是真汉子。让我考虑一下吧。现在就回答我，立刻，马上，站住！看来我们这里只有一菲没有拖延症。过30分钟门口拿验血报告。不是，那个，我想问你个问题啊，验血是不是有学历要求啊？谁说的？那墙上写着，非本科人士不得入内。陈美嘉，卢小静，怎么是你呀？哎呀，多少年没见了？从高中到现在有好多年了吧？是呀，没想到你数学这么多年还是那么犀利。你生病了？没有啊，我只是检查身体。玉姐，你怀孕啊？怀孕是喜事儿呀。条件反射，我低调挂了。你老公呢？他拿车去了。什么车？
法拉利。是吗？介绍给我认识呀。哦，下次吧，我赶时间，我家里炖着甲鱼煲仔饭呢，亲手包的，包了整整有745天。没想到你家的那么好。我们班当时那个倒数第2名的小娟，你还记得？倒数第2，就是那个每次总分都比你高1分的那个傻子啊。他混的就不咋地，未婚先孕，爸爸都不知道是谁，现在一个人顶着大肚子，甭提有多惨。看看你我才知道，命好和成绩好真没啥关系。哎，门口那辆3轮车谁的？别挡路啊！也是我老公的，马上来。下次同学聚会我一定来，咱们接着聊啊。好啊，明天见。明天就有同学聚会，花园会所，到时候你带着你老公，好好让我们听听你的故事啊。啊，明天我不一定有时间啊。那后天吧，后天也有聚会。后天我老公很忙的，大后天不会再没有时间了吧？天天同学聚会啊。感情好嘛，没必要到哦，时间随你定。菲菲，拖一日海阔天空，延一天世界和平，展博的热度很快就会过去的。啃啃手指，要不啃啃我的？拖，你还真是拖延症晚期啊？否则你怎么不去死啊？展博你懂的，他要是能准确找到面试的地点就已经很不错了。要是没录取，之前的架不就白吵了吗？要我看，你先表面上同意，然后等有了结果再亮牌。有道理。这一招叫做假仁假义。sorry， 是过河拆墙。还不对，那就是猫哭老鼠。这事儿顶多算黄色，说好了红色以下的事情绝不参与。就是啊，一切以筹备结婚为主，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才发现啊，哎，昨晚我们就为结婚的各项准备工作分了色。商量婚礼日期，红色；讨论酒席地点，红色；计划结婚形式，红色；晚饭便后要洗手，红色。这些问题我们都达成一致了。你们婚礼什么时候啊？在哪儿？怎么办啊？我们只是标了色，还没有开始讨论呢。就这些东西弄了1个晚上。人生中需要讨论的事多了去了，你们都一一分类啊？还有什么？感冒、发烧、突发事件怎么办？我生病黄色，他生病应该是红色。那要看生什么病了。感冒就是黄色，重感冒才是红色。肠胃炎呢？鸡眼怎么办？老师说的对，还有很多未知的事情我们还没考虑。快，分一下。如果张艺谋找我拍戏，就是红色。海贼王是真人版也是红色。上哪儿去啦？老爹你在啊？我都没看见。过来。哟，还穿得挺正式嘛。哦，我去参加一个朋友的追悼会，追悼会拿公文包？里面是悼词。我今天是牧师。撒谎，就是去面试了。哎，面试什么的不重要，一看展博的表情就知道面试肯定不好，对不对？来，展博，坐。跟我说说，今天面试怎么样？还顺利吗？你不生气了？没有，我就是担心你给咱们家族丢脸。怎么会？从笔试到团队作业，我都完美发挥，感觉好极了你。还真敢背我去面试，反了你了！你不是说你不生气的吗？我有说过吗？姐，机会难得，而且我面试那么顺利，这说明我完全符合他们的要求。少来！你要出本自传，每页都有我。你过了人家面试有什么了不起？你过了我这关了吗？人家把关是选人，你把关是杀人，能一样吗？你要考我专业知识？我考你基本素质，到时候你就知道你离一个战士还差得远呢。那如果我过了，你是不是就支持我？等你过了再说。好，你要怎么考？哼，我还没想好，给我等着。吃饭。关关，你帮我看看这几家婚庆公司哪家比较好？哎，放一下，一会儿就看。你干嘛呢？我在设计婚礼舞台的背景板。可我们不是说好的，选择一家满意的婚庆公司是红色的事。我知道啊，设计背景板也是红色的事。办，
打平了？表面上是打平了，但是相比之下，设计背景板略微重要一点。凭什么？表格上写的，你看，婚礼要有鲜明的个人风格和原创精神，所以原创背景板就是最好的体现呢。所以说这件事情算樱桃红。樱桃红什么时候冒出来的？红色也分三六九等啊。更重要的事情就应该细分，比如设计背景板。可选择婚庆公司还涉及到花钱呢。看，涉及经济开销的问题，一律红色，两者相加，我这还算16红呢。我是漫画家，背景板设计的太草时候会没面子的，面子问题一律红色，加在一起我还是鸡血红。我同意背景板算红色的时候，就已经把面子算进去了，否则一块破板顶多黄色，不对，鸡屎黄。哪里？你们在讨论这么宏观的问题啊？不是，我们在讨论婚庆公司和背景板。你们先存个档，我有件小事想问一下你们。高果，你这2天有空吗？最近我有6件朱砂红的事情和3件胭脂红的事情要做。那你说，陪一个好朋友去参加他高中同学的聚会，这事儿算什么颜色？蓝色，不对，淡了。要是你的朋友得了绝症，不久于人世的话，可以酌情加深的。如果他的高中同学中有人是开婚庆公司的，我可以给个芥末红。芥末是绿的，我说的是咖喱，咖喱是黄的。我没事了。也有红的跟绿的。日本不吃红的和绿的。看我干嘛？随便看看呀。你最近有空吗？废话，我日理万机，你这会儿别拿我主意啊！本来就没指望你，那我只有让曾老师陪我去饭局了。饭局？怎么不早说呀？曾老师啃手指头就饱了，带帅哥去，有助开胃。你不是日理万机的，不吃饱哪有力气日理万机啊？什么？你不问问情况啊？民以食为天，何况不要钱？我只有一个问题，有猪肘子吗？Krav Maga， 什么片子？网上买的拳法教程。Krav Maga 是以色列军方自卫格斗术，一起来看。为什么突然看这个？学个一技傍身，将来好应对危险。什么危险啊？姐，别紧张，坐坐。学2节广播体操，就以为能练成金钟罩了？我以为你是来考验我的。考试内容我已经想好了，一共3关，不过都是实战，不是笔试。我劝你知难而退。我练的自卫术就是实战。看和练不太一样嘛。就算你学了自卫术，又能怎样？普通的自卫只能抵挡已知攻击，那些未知状况你怎么应付？比如飞行走兽、恐怖分子、色狼暴徒、植物僵尸，到了外面危险防不胜防。色狼、僵尸。如果你没有这种冷静的应变能力，就别逞能去什么非洲了，回家喝粥吧。我可以练。应变是种本能，没有就是没有。你以为人人都会弹一闪？展博练的是以色列拳法，流派不同呢。精髓是相同的。你们知道防御自卫的前提是什么吗？肉后加扛揍。未知危险的预判。白痴。我准备好了。你确定？美嘉来了，看小姐，这个还很热闹的嘛。随便坐，先吃点点心，等会儿还有烧烤呢。好，谢谢。哟，这不是陈美嘉吗？你们是？是美嘉没错，一点儿也没变，脑子还是不好使。这位是？嗨，各位美女，我是吕。你就是美嘉她老公？哎呦，好登对哦，一眼就看出夫妻相了。哪里？就是哪里呀？他长得
随我。岂有此理！哎，张小红，哎，我们去招呼她，厕所陪我上个老公吧。不好意思啊。什么情况？不是同学会蹭饭吗？怎么变你老公了？哎呀，说来话长了。那个小庆知道我的事儿，但是我没结婚的事他不知道。好不容易有一次同学聚会，你希望我变成话题吗？那你来的路上怎么不早说呢？我让你多问几个问题了，你只问了美女和猪肘，管事儿。废话，这是原则问题，你坑爹呀！坑你怎么了？你自己要来的。美嘉，恭喜你啊！生日快乐，新年进步。哦，听说你结婚了，连孩子都有了，婚礼都不告诉我，你太不够意思了吧？下次一定告诉你。你叫什么来着？你太会开玩笑了。哎，不过还是要祝福你。这是补上的礼金，表表心意。这怎么好意思说？这怎么好意思不收呢？都这么熟了，你太客气了，谢谢啊，撒尤那拉。你谁呀？手那么快？你老公啊？你随便点，给我。群众演员都有盒饭，作为重量级嘉宾，当然得有片酬了。今天我就帮你友情客串一回，有礼金收，让我怎么说都行。你什么都不用说，如果别人问起的话，你就微笑点头就行，明白了吗？5分场。美嘉，我是小娟啊。哦，我认得你，你是倒数第一啊！你最近怎么样？过得好吗？不好，我老公不要我了，我现在一个人活着，一点意思都没有，还不如死了算了。奇怪，老姐不是说要测试我吗？怎么就没声了？不要说！测试完毕，你对突发危险的反应为0，你已经死了。这就是传说中的测试。不然呢？我再给你一份考试大纲，再帮你画个范围。非洲世界本来就是这么的原始而狂野。你的以色列广播舱呢？不就是吓人吗？敢不敢带点技术含量啊？土鳖，这就是忍术当中最有技术含量的科目，日语专用名词叫做萨普莱斯。萨普莱斯啊！萨普莱斯啊！这也算忍术？我不服，我还没做好准备。没准备才是重点，否则要你预判干嘛？这就是生存技巧。我现在对你残忍一点呢，也是为了你将来的安全着想。残忍，简直是残暴！你吓他就算了，干嘛连我一起吓？这也是一个教训，因为你的逞能，你的队友一起挂了。我还没进入状态，否则一定可以做出正确的反应。那你现在进入状态啦？当然。坐下，我接着考你。看，你又死了。你太不够意思了，结婚居然不通知我啊！不是的，我们比较低调，婚礼规模不大。可小静说，你老公开法拉利耶，小而高端，低调而奢华嘛。现在很多明星都流行这样的婚礼的。在哪儿举行的？在一片草地上，铺着红毯，点着篝火，还有麻辣烫。有没有请乐队现场 live 那种？有啊，就是前几年国内最火那谁亲自来唱的凤凰传奇，最炫民族风。对，就他们。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，绵绵的青山就像花正开。我聊得好好的，你干什么呀你？草地上吃麻辣烫还最炫民族风，你生怕别人不知道你是土鳖中的战斗鳖是吧？最炫民族风，这名字挺炫的。你不懂不要瞎说行吗？悠悠告诉我，普通婚庆那套太俗了，所以我才编个个性的。关你什么事啊？拜托你稍微高端点好不好？
你知不知道？就在刚才，你一个同学活生生要回去500块礼金。为什么？别人又不傻，你在5星级酒店办婚礼，人家才送4位数，你倒好，麻辣烫畅吃，盐水畅饮，人家送100还要找零呢。我怎么知道？我又没结过婚。你一个人丢脸就算了，别影响我的片酬。从现在开始，统统由我来说，你负责点头微笑，就可以了。你婚礼开始的时候，我是坐着游艇出场的。这个是 cosplay， 这是我的反击计划。我老姐昨天在58同城上买了一个2手的洗碗机，待会儿我就躲在这儿，等她回来，嘿，吓死她！我知道，这是人说 surprise。还真有。展博在第1回合面试就挂了，他想扳回一城。可是太假了，口都开着，一眼就看到了。所以才让你们来帮我贴胶布啊，赶紧的。哎，你们俩不是红色以下的事儿都不参与了吗？我们在颜色分类系统上出了些漏洞，现在寸步难行。展博是搞编程的，专业严谨，我们想让他帮我们修改系统，所以现在展博的事都是红色，而且是山楂红。确定要那么早钻进去啊？等他回来再封箱就来不及了，而且这代表了我要战胜他的决心。哦，对了，提醒一件玫瑰红的事情，别忘了在这儿留个出去口，闷死了就没人帮我们了。哎，先在门口放一下，我开个门。什么情况？哎，你们送2台，买1赠1。啊，我知道了，谢谢啊。那个服务中心说，可能是你们物流公司搞错了，多送了1台，把这台搬走吧。我可不是贪小便宜的人啊。哎，慢着，这台包装太难看了，还是搬这台吧。喂，展博，怎么样？成功了吧？情况好像有点不对，我老姐到现在还没来开箱子，而且我好像感到自己在移动中。不会吧？你是不是憋得太久了，出现幻觉了？不瞒你说，我好像真的有点头晕，我感觉自己好像被倒过来了。关键是出气口被堵住了，我真的有点喘不过气来了。啊！当灯光亮起，美嘉身着 Very One 的手工婚纱款款现身。那一刻，人们仿佛看到了天使。后来才发现，美嘉比天使还美。美嘉，你太幸福了。可美嘉不是说婚礼是在金山沙滩上举行的吗？您听错了，不是金山，是旧金山。那是我们第一次约会的地方。那跟我呢？其实是焰火，绚烂的火光把天空照成了七彩的颜色。美嘉一抬头就能看见她的名字被焰火印在了天上。太浪漫了。后来怎么样啊？我最好的朋友全体起立，点着蜡烛，拉着手，唱着圣歌，牵着狗。花童捧着美嘉12米长的裙摆，走到我面前，而我单膝下跪。哇！他怎么了？他应该是想起了那枚鸽子蛋那么大的钻戒。哇，美嘉，羡慕死你了！给我们看看吧。不巧，今天他没有带，不过我打算给他买一枚更大的，因为美嘉已经怀上了我们爱情的结晶。辛苦了，美嘉。没想到结婚后也这么浪漫。结婚以前
还有别的男人对你好，可是婚后你就只剩下我了。我一定要对你更好，这样你才不会失落，不是吗？别光顾着鼓掌啊，不交份子钱，别客气了。看，你的那些小伎俩，除了能吓得了自己，还能吓得了谁呀？你根本就没有预判危险能力，差点全城一日游了吧？那两个送货的师傅应该吓得不轻吧？他们以为58同城的业务已经拓展到卖活人了。就算第一关过不了，我也不会放弃。还不死心啊？说好是3局2胜的，后面能过，我仍然具备这个资格。有骨气。下一关是什么？还记得这里吗？哎，我们跑到人家的屋顶上来干嘛？展博可能在这儿接个外星人。展博，跳过去，打开那扇门，这就是你的第2关。哇，这么高！你开什么玩笑？你是想让他跳过去，还是让他死过去啊？你想得出来啊？这不是我想出来的，是15年前他自己发现的。当时我们刚上初中。姐，快来快来快来！看，我发现了通往新世界的大门。什么玩意儿？放学快回家，别四处乱野，行不行？这都没得，你们初中就是这个样子了？展博发育的早不行啊！你也是？闭嘴！才不会让你看到我小时候的样子呢。那你的回忆拜托也稍微专业一点，否则大家很难幸福。姐，快来快来快来！看，我发现了通往新世界的大门。什么东西啊？放学快回家，别四处乱野，行不行？还有，这件小衣服好别扭啊！你不觉得这扇门的图案在这里很奇怪吗？你不想知道门后的秘密吗？好了，我还真不想。我猜，这个一定不是一扇普通的门，也许是传送门，或者门后有海盗留下的宝藏。不就是一扇破门吗？再说了，你怎么过去啊？这里间隔只有1-2米，根据抛物线的原理，我很容易就跳过去了。你疯了吗？天差，你快下来！我真的能跳过去。我回去告诉爸妈打断你的腿。爸妈不会打断我的腿的。我是说，我征得他们的同意，然后我打断你的腿。这是我第一次探险，我一定能跳过去。展博！作业都做完了，你可以下来了吧？等一下，我还在酝酿。可是他没跳，展博没有放弃这个念头。每年他都来这里尝试，却从来没有起跳过。你从小就有探索精神，我理解，所以你才会去报名参加 EIO。但是别忘了，你从来就没有真正冒险的勇气，所以还是回去洗洗睡吧，咱不是这块料。我已经长大了，我要证明，
我不但能跳过这道坎，而且可以跳过人生中各种坎。跳过去和人生有什么关系？这是象征意义。07年的高考作文还出过这道题呢。写作文还要跳楼？哦，好像好多电视剧里也经常这么演的。他们行，我也行。哎，展博，你下来，很危险的。一菲，真人秀电视里看看就好了，你不必来真的吧？除了预判危险，勇气也是一个战士的基本素质。展博，你有吗？我一定要过第2关。展博，门后没有新世界，也没有宝藏，你别执着了。对啊，说不定后面是什么脏不拉几的东西，没意思的。脏东西？有鬼啊！想象一下，如果打开门看到的是这样的画面。我来了，我是刀锋女王。刀锋女王，都怪你展博，你放出了万恶之源。有什么吓人的？我早就想会会他了。这招吓不到他。展博，门后面可能还有更恐怖的东西。哎呀，被发现了！什么情况？一个演播室。也许门那头才是真实的，而我们都是虚构的。难道我们真的只是在拍戏？但我贤哥是不存在的，一切都是楚门的世界。要不先插广告，化妆组赶紧抓紧时间补个妆 ，Go Go Go！ 你？好了，你们不要吓唬我了，不管有多离谱，我一定要探个究竟。哎，我了解他。哎呀，看人挥臂好无聊啊！这种行为艺术毫无悬念。我们来这儿根本就是个错误。要不，我们去吃麻辣烫吧？哎，没道理。哎，这种聚会挺值的啊，有吃有喝有红包，下次还叫我黄金搭档。我想问你个事儿，你刚才说的，焰火啊、蜡烛啊、婚纱圣歌，如果真有这么一场婚礼，应该没有女孩会拒绝吧？所以我才练得这么熟。练的？这是我的泡妞无双技之一。我曾经做过一个婚礼博客，描述各种奢华场景，有很多女孩在婚前慕名点了我的博客，瞬间被截杀。相比之下，他们的未婚夫弱爆了，于是我就策马奔腾了。你这么骗人，不怕遭雷劈啊？所以后来我又做了一个论坛，专门揭露这个博客，安抚那些受伤的心灵。后来你猜怎么着？我又策马奔腾了。你不会信了吧？我怎么可能结婚呢？谁信了？我也没想过结婚。我们这样搭档还是很有前途的。以后我负责内容，你负责烘托，多赚点外快当奶粉钱也不错啊。只要和你搭档了，你表演的还是很到位的，别谦虚了。对了，回头教教我怎么在打 kiss 的时候飙泪，下次我也试试。等你死了，我烧纸告诉你，拜拜混蛋！喂，
你不用这样吧？你每次都可以做到的。咦，我为什么要说每次？哈，果然是每次。那次是什么时候的事情？天哪！难道那天我和美嘉？展博，怎么不跳了？喝点东西吧。姐，你是对的。和你相比，我还差得太远了。不用跟我比，我是想让你认清自己。帮我个忙行？只要放下 EIO 的念头，什么都可以帮你。帮我把那扇门打开。这只是个测试，门后面没什么东西。也许你帮我把门打开了，所有的好奇和幻想都终结了。门开了，我也许就不走。自从婉瑜离开以后，你的心就没定过。你跳了槽，又报了 EIO， 你心里到底想要什么？婉瑜有了新的生活，我也在想，我自己到底想做什么。要做什么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能不能离我近点儿，不然我怎么保护你啊？你不可能保护我一辈子，你也会嫁人。难道你想在新房里给我留间阁楼吗？也不是不可以啊，在我心里，你永远只是一个天真的笨蛋，对不对？我原本一直以为婉瑜只是一个小公主，可她现在比我有更大的追求。我想，也该轮到我。你真的非去不可？我从小就被你保护，而且还不收我保护费。我想现在，也该轮到我去帮助和保护别人的时候。这就是我想做的。你哪儿冒出来这股傻劲儿啊？遗传我姐的。少来，是婉瑜吧？姐，第3关是什么？你第2关还没过呢。就算我全败了，也只能说明我能力不够，并不能证明我没有决心。所以第3关无所谓输赢。不用了，你已经赢了。啊？第1关叫冷静，第2关叫勇气，第3关叫坚持。你绕了这么一大圈，还在说服我真的小看你了。你同意了？我同意有什么用啊？人家还没录取呢。太棒了，我爱你，老铁！哎，你又要干嘛？我终于知道自己为什么以前一直跳不过去了，因为我少了个东西，叫支持。现在我已经有了。哦，公公，你看。啊，全部，你不又要跳2个小时的？注意安全，早跳早收工，早死早超生啊！已经是红色，跳过去就是黄飞鸿，如果没跳过去，那就是啊，嫣红。我跳过去了，我做到了！哎，快点把门打开，看看后面是什么。你们也跳吧，很简单的。我们先来。说点什么？
悠悠，关关 ，You jump， ，I jump， 呀！关关，你在搞什么啊？悠悠，如果我跳过去，能把婚礼背景板的事提升到金旋风吗？满江红都行。行。你也说点什么？说点什么？说，我不知道。高兴吗？哇塞！哎，一菲，过来啊！快啊，一菲！算了吧，无聊。那我先把门打开。哇！哦。哎，你们看见什么了？说话呀！没错，有些幻想了很久的东西，到最后你会发现，并非像预想中的那样，既不美好，也不可怕。就像这个门后的世界，只是一个被遗忘的笑场间，但是却依然无法阻挡年轻的心为之憧憬，为之疯狂。跳过眼前的那道坎儿，红色的念想，也许只剩下蓝色的冲动。但你真的会发现，你想扔掉的东西已经抛之脑后，而你想要得到的，已经牢牢地捏在手心。欢迎收听《你的月亮我的心》，这首歌送给我的一个好朋友。恭喜他成为了一名地球卫士。明天，在地球的某一个角落，我们还会